好，我是于姐。一年一度的腌制腊八蒜季节又到了，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安排腊八蒜，不但好吃有营养，而且呢还能讨一个好说法。在我们这边啊，流传一句话：年年腊八腌坛蒜，每年每天有的赚。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详细分享做法，照常12个小时就可以变绿，快速去除辛辣味儿。喜欢的先收藏起来吧。在剥大蒜之前，首先来烧一壶开水，等一会儿呢给它冷凉备用。不管干啥，你要把步骤给它捋清，不然的话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。然后再接半锅的清水，再把玻璃容器也给它放在锅里面，开大火给它煮开，给玻璃容器消毒。开水烧开后冷凉备用，容器给它沥水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剥大蒜。泡制腊八蒜首选紫皮蒜，因为紫皮蒜内部组织细腻，含水分足，泡好以后啊，吃起来是非常的脆爽。相比之下呢，白皮蒜呢会差那么一点点。首先呢，把大蒜的外皮给去掉，然后呢一粒一粒的给抠下来，再给它放入囊中备用。趁着剥大蒜的时间呢，我来给大家讲一讲。我有很多的粉丝朋友给我说呀，为啥我泡的腊八蒜不会变绿呢？其实啊，那也不是你的方法错了，也不是你的大蒜买错了，那是有一个原因啊，你没有整明白。其实在我们买大蒜之前呢，商家为了防止大蒜发芽，都用激光激过，或者是喷洒过药物，防止大蒜发芽。没有阳光照晒和风吹的情况下呀，大蒜就会失去种子的意义，大蒜没有发芽的欲望，剥好以后立马就给它放在醋里面泡，所以呢就很难变绿。很多的朋友呢这一点也搞不清楚。要想让大蒜快速的苏醒过来，蒜子掰好以后放在太阳下面晒2至3个小时，吹吹风就可以了。大蒜晒一晒，剥皮呢也容易得多，因为啊晒一晒水分一收，大蒜和皮的之间呢有一点空隙，在剥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辣手。在网上流传说呀，为了让腊八蒜快速变绿，必须要切掉2头，我感觉那样太浪费了。今天呢我偏偏不信那个邪，一头我也不切掉，一样让它快速变绿。直接把剥好皮的大蒜倒在清水中，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给它捞在漏篮中，晾干表面的水分。现在水分已经晾干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哈。然后给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盆子里面，盆子呢一定要保证无水无油的哈。然后呢在里面多加一点盐，先给它腌制一下。这个剥好的蒜子呢是1斤半，加盐呢大约50克左右。盐加上以后给它翻拌均匀，千万不要下手揉哦，下手揉制作的腊八蒜不会脆爽。翻拌均匀之后，等一会儿再来给它翻拌一次，总共呢腌制3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腌制里面微微出水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烧的开水也已经冷凉了，把凉白开给它倒进盆子里面，把盐味和辛辣味全部都给洗掉，然后呢给它控干水分。腌好了我才发现前面那个地黑黑的真的是太丑了，追求完美的我还是决定把这个地啊给它切掉，只切一点点就可以了哈，也不是太浪费哦。切好了以后给它放入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打一点冰糖，这个冰糖呢也可以不打，直接加到米醋里面给它熬融化也是一样的哈。加冰糖的比例就是1斤的大蒜加60克冰糖是刚刚好的哈。我今天呢是1斤半的大蒜，加了90克的冰糖。冰糖打碎以后，直接给它倒入大蒜里面。盐呢就不用加的了，因为这大蒜里面啊已经很咸了，虽说洗掉了盐味呢，但是还是有的。口味重一点的呢，也可以再加上10来克盐。假如你要是不把盐水洗掉的话，1斤的大蒜加12克盐哈。大蒜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熬点米醋。我们做腊八蒜首选酿造的醋哈，千万不要用勾兑的醋，那样的醋啊是没有酵母菌的，不容易发酵。下面把白米醋倒在奶锅里面，开大火给它煮至大约50-60度哈，就是用手伸下去，稍微有点烫手就可以了。假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
也可以把米醋给它熬开哈，把糖还有盐都给它倒进去，熬开以后再给它冷到50-60度，也是一样的哈。把醋熬至微微烫手的时候，趁热给它倒入大蒜里面，这样呢能快速去除辛辣味儿。因为蒜是凉的，倒下去以后啊，瞬间这个温度呢就是刚刚好的。然后给它拧紧盖子，再给它摇一摇，把里面糖和盐都给它摇融化。再次呢把盖子给它松开，不要拧得太紧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中啊会产生很多的气泡，拧紧了它会流出来汁液。然后给它放在温暖处醒发个12个小时以后，这个腊八蒜呢自然就会变得绿油油的。这个大蒜呢我给它放在烤箱里面调到发酵功能，发酵了1个半小时，现在呢已经开始变绿了。这个时候呢是发酵了10个小时的样子，80%的蒜都变绿了，但是呢里面的米醋还是白色的。现在呢已经发酵了12个小时了，现在呢全部都变绿了，包括汁液呢也已经变绿了。我再倒下来让大家看一下，个个都像绿宝石一样，绿油油的，晶莹剔透，看到的好有食欲哦。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按我这种方法制作的腊八蒜呀，酸甜脆爽，没有辛辣味儿，特别的好吃。不管是吃馒头还是吃面条，都是非常的下饭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